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50岁以后，这6种水果可能正在悄悄伤害你的肾脏。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一句话我听过无数次，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病人拿到检查报告以后，脸色一下子就白了，接住问我平常吃东西已经很小心了，每天都有吃水果，为什么肾脏还是会出问题呢？这个问题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来问我的这些朋友，真的都是按照自己认为很健康的方式在生活。早上榨一杯柳橙汁，饭后吃几根香蕉，帮助消化。家里总是会买香蕉、荔枝、龙眼、西瓜，放心大胆的吃，因为这些都是天然的食物，听起来一点都没有错。可是有些事情，我们知道的不够完整，而这些不够完整的地方，对5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有时候会带来自己完全没想到的后果。我每天都在照顾台湾的中长辈，看过无数个这样的状况，病人带住不好的肾脏报告来找我，我仔细问过他们每天的饮食习惯以后，才发现问题竟然就出在那些他们以为可以养生、照顾健康的食物上面。今天我就要直接点出6种水果，50岁以上的朋友，尤其是已经有慢性病的人，在吃之前一定要多了解一点。我会慢慢解释每一种，不用难懂的专业用语，也不会吓唬大家，就像跟家人聊天一样简单明白。针对每一种水果，我也会讲得很清楚，不是永远都不能吃，而是该怎么吃才对，吃多少才合适，搭配什么更安全。指目那些真的必须完全停止吃的状况，我也会直接告诉大家。在开始讲重点之前，如果您想免费拿到50岁以上正确吃水果的完整指南，只要在下方留言区输入关键字肾脏健康，我会马上寄给您。在仔细说明每一种水果之前，我想花一点时间，让各位更清楚一件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的事，我们的肾脏会随着年纪增长出现很大的改变。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年轻时吃起来很正常的东西，到了现在反而会变成负担。各位可以这样想，我们家里都有滤水器，这个滤水器一天24小时不停运作，任务就是把脏东西、毒素和多余的物质全部过滤掉，再把前进的水送到身体各处。刚装上去的时候，滤芯还是白白前进的，过滤多少水都没问题，再脏的水都能处理。可是用了10年、20年以后，滤芯开始老化，虽然还能转，还能过滤，但是速度变慢了，效率变差了，能负担的工作量也比刚开始少非常多。我们的肾脏运作方式跟这个滤水器完全一样，40岁以后，肾脏的过滤功能每年都会慢慢下降。根据台湾肾脏医学会的报告，平均每年肾脏会损失大约1%的过滤效率。听起来很少，可是各位算一算，到了65岁，累积下来已经超过25%，这代表你身体里的滤水器只剩下30岁时7成5到8成的能力。表面上看起来生活正常，身体也还算健康，可是肾脏的负担能力已经明显变差了，而这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地方。肾脏功能下降是完全没有声音的，不会痛不会痒，没有任何预警的先兆，人一样正常吃饭，正常活动，一直要到肾脏失去6成到7成的功能，症状才会慢慢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发现肾脏病的时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阶段，却不知道自己其实好几年前就已经有状况了。那么吃水果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就在奶。长辈的肾脏最常遇到2个问题，就是钾和草酸。钾是一种矿物质，存在买很多食物当中，尤其是水果。在我们身体里，钾在调整心跳、神经传导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血液里的钾含量必须维持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健康的肾脏可以很有效率地把多余的钾透过尿液排出去。可是当肾脏功能变弱，
钾就会开始在血液里堆积，一开始完全没有症状，慢慢累积，一直到超过安全界限，心脏才会开始受到影响，心律不整，心跳不规则，心跳变慢，甚至突然停止。这就是为什么高血钾被视为长辈慢性肾脏病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而草酸是一种天然存在。做很多食物，包括某些水果里面的有机酸，对肾脏健康的人来说，草酸会透过尿液排出体外。可是当肾脏功能变弱，草酸没办法及时排出，堆在肾脏里，时间久了和钙结合，形成细小的结石。这些结石不只是移动的时候会痛，还会随着时间刮伤，损坏肾脏组织。很多反复长肾结石的人找不到原因，仔细问饮食习惯才知道，草酸的来源就是病人每天都在吃，却完全没警觉的东西。在开始讲每一种水果之前，我还要再说一句，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不是要所有人都用一样的方式忌口。肾脏衰弱的程度，正在吃的药，有没有慢性病，这些都会决定你需要忌口到什么程度。肾脏功能很好，也没有慢性病的人，饮食弹性会大很多。已经确诊慢性肾脏病的人，就必须更小心。我今天的工作是帮助各位正确了解，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该注意什么，只供你个人状况的最终决定，一定要由亲自治疗你的医师来判断。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第一种要注意的水果是杨桃，潜在的神经毒素，肾脏病人的绝对禁忌。我知道这会让很多朋友很惊讶，因为杨桃在台湾是很多人从小吃到大的水果，凉拌沾盐吃，打果汁都很平常。我在病人家的餐桌上也看过好多次杨桃。那么杨桃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答案有2个重点。第一，杨桃含有非常高的草酸，在台湾常见水果里面是含量最高的几种之一。第二，也是更特别的一点，杨桃还含有一种神经毒素，叫做杨桃毒素。这种物质是巴西科学家在1990年代发现的。当时他们注意到，很多正在洗肾的肾脏病人出现抽搐，甚至离世，原因一直查不出来。经过好多年的研究才找到元凶，就是来自杨桃的这种毒素。对肾脏健康的人来说，草酸和杨桃毒素都会在累积到危险程度之前就被排出体外。可是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来说，这2种物质会留在血液里。杨桃毒素会用类似神经毒性物质的方式攻击中枢神经。各位可以这样想，正常状况下，杨桃进到身体会被肾脏清除前景，可是当肾脏像堵塞的滤芯一样，毒素没办法排出，就会逆流进入血液，跑到大脑，病人会开始不停打嗝，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典型的症状。接着是手脚麻痹，意识混乱，然后是抽搐，没有及时处理的严重状况，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更可怕的是，这个过程发生得非常快，可能吃完以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出现。台湾肾脏医学会已经对此发布正式警语，也记录很多慢性肾脏病人吃杨桃以后紧急送医的案例，甚至包括那些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肾脏问题的人。我在这里分享一个72岁李伯伯的真实经历。他有第3期慢性肾脏病，但是因为没有明显症状，生活一切正常，也没有特别忌口。一个天气凉爽的傍晚，他在阳台吃杨桃沾盐，大约吃了5、6个。这是他从小吃到大的习惯。吃完以后感觉都正常，就进房休息。到了晚上8点左右，他开始不停打嗝，完全停不下来，大约每隔5到10秒就打一次。家人以为只是胀气，没有太在意。到了9点左右，他的手脚开始麻，拿不住筷子，接住意识混乱，讲话没有逻辑。家人吓坏了，赶紧叫救护车送急诊。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抽搐。急诊医师诊断是在慢性肾脏病基础上的杨桃毒素中毒，必须紧急处置。住院治疗2个多礼拜才出院。这个案例让我一直很难忘。
因为李伯伯完全不知道自己有肾脏问题，没有痛，没有任何预警。而他像平常一样吃的5个杨桃，却引发一场他和家人都完全没准备的危机。那么各位该怎么面对这个资讯呢？如果您超过50岁，而且过去1年没有检查过肾功能，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先减少吃杨桃，然后去医院抽血检查肌酸酐。检查很简单，花费不高，却能让你清楚知道自己的肾脏状况。如果肾脏功能正常，那么适量吃一点杨桃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要适量，不要空腹吃。可是如果已经确诊任何阶段的肾脏病，从第1期到第5期，那么杨桃就是应该完全避免的食物。就算是甜杨桃，也一定要先问过您的主治医师，因为甜杨桃一样含有杨桃毒素，只是含量比较低。如果您喜欢杨桃的酸味，不想完全戒掉，可以用一点熟梅子或是百香果代替。这2种水果也有天然的酸味，但是不含杨桃毒素，而且草酸含量低很多，更适合需要控制饮食的肾脏病人。第2种是香蕉高钾陷阱，慢性病朋友要特别小心。接下来讲香蕉，我知道这会让很多朋友停下来想一想。香蕉没有毒，没有坏物质，含有丰富的纤维、维生素 B 群、钾镁，在营养界评价很高，对心血管和血压都有帮助，这一点我完全不否认。可是香蕉里面丰富的钾，确实在长辈肾脏不像年轻时那样能处理大量钾质的时候，变成一个隐藏问题。各位可以这样想，一根中等大小的成熟香蕉，大约含有420到450毫克的钾。单看这个数字还好，可是看看您一整天的饮食，早上吃1到2根香蕉，就已经摄取将近900毫克的钾，后续还会吃饭，搭配菠菜、番茄、马铃薯、南瓜，这些都含有钾。下午再喝一杯柳橙汁，或是吃一点西瓜，一天下来，总钾摄取量很可能远远超过老年慢性病患者肾脏能负担的上限。台湾卫福部建议，第3期以上慢性肾脏病人，每天从所有食物来源摄取的钾不应该超过2000毫克。可是光是2根香蕉就占了将近900毫克，差不多是全天限量的一半，其他食物都还没算进去。更让人担心的是，高血钾在早期完全没有症状，不会痛，不会痒，没有任何明显不舒服，病人一样正常活动，正常吃睡，一直到钾累积的够高，影响到心脏，症状才会出现。心跳不规则，胸口闷悸，手脚突然无力或是头晕，有些状况甚至会突然心跳停止，完全没有预警。65岁的陈太太是我的糖尿病病人，追踪好多年了，她非常注重健康，饮食清淡，不吃甜食，每天早上都会散步。可是她有一个习惯，每天吃2到3根香蕉，因为听说香蕉对血压好，含有钾对心脏好。她不知道的是，10几年的糖尿病已经悄悄从内部伤害她的肾脏。虽然她从来没有肾脏相关症状，在每6个月1次的定期检查中，我发现她血液中的钾含量来到 6.1， 正常范围是 3.5 到 5.0， 6.1 已经是危险数值，心脏随时可能受影响。检查心电图时，她的心脏已经有轻微心律不整，而她自己完全不知道。后来住院调整，并且改变饮食习惯，其中就包括把香蕉从日常菜单移除。2个月以后，他的各项指标都回到安全范围。他后来跟我说，医师，我以为吃香蕉是在照顾我的心脏，没想到却在不知不觉中给肾脏添麻烦。那么香蕉到底该怎么吃才安全？如果您没有任何慢性病，肾脏功能正常，那么每天1根香蕉完全没问题，可以放心吃。如果您长期有糖尿病或是高血压，正在服用药物，请先检查肾功能，并且询问医师适合的钾摄取量，再决定吃多少。可是如果已经确诊第3期以上的肾脏病，那么每天不要超过半根，而且必须计算当天所有食物的总钾含量，
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小诀窍，还没完全成熟的香蕉，比熟透的香蕉含钾量低，尺寸小的香蕉比尺寸大的香蕉含钾量低。如果您喜欢香蕉，没办法完全戒掉，请选择小根、带点青的香蕉，不要等到完全变黄，建议饭后吃，不要空腹吃，因为胃里有其他食物，钾的吸收速度会比较慢。第三种是柑橘类水果，柳橙、橘子、葡萄柚，钾浓缩与药物交互作用。接下来我要讲的水果是柳橙、橘子和葡萄柚。这类水果的状况比较复杂，因为有2个不同的问题要弄清楚，每一个都很重要。第一个问题是钾，柳橙和橘子如果是吃整颗果肉，钾含量不会太高，可是榨成汁以后，钾的含量会明显浓缩。一杯200毫升的现榨柳橙汁可能含有450到500毫克的钾。很多人习惯早上喝一杯，因为听说对皮肤好，对抵抗力好，对心血管好，这对肾脏健康的人来说是对的。可是如果肾脏功能已经不好，钾每天从好几种来源累积，那么每天早上这杯柳橙汁就在悄悄增加您没算进去的钾含量。但是第2个问题才是我真正想让大家深入了解的，这是我看过很多病人出事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葡萄柚，尤其是葡萄柚会和很多长辈每天吃的药产生交互作用。状况是这样的，肝脏里有一种酵素，专门负责分解代谢药物，这种酵素叫做 CYP3 药物进入血液以后，这种酵素会把药物转变成身体可以运用的形式，再排出体外。如果运作正常，药物就会以正确剂量、正确速度发挥作用，并且在正确时间排出。可是葡萄柚含有一组活性成分，会抑制这种酵素的活性。酵素被抑制以后，药物没办法正常代谢，导致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比医师开的剂量高出好几倍。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医师开给您一颗降血压药，可是因为您同时喝了葡萄柚汁，身体却吸收到2到3颗药的效果，这就是正在发生，而病人完全不知道的状况。会被葡萄柚影响的药物清单很长，其中很多在台湾中长辈身上很常见，例如钙离子通道阻断剂类的降血压药、他汀类降血脂药、一些心脏病药物，甚至部分糖尿病药和镇静药。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杂志发表过很多研究，记录一些降血压药在血液中的浓度增加2到3倍，原因只是使用者每天早上喝葡萄柚汁。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血压突然太低，病人头晕、跌倒、失去意识，降血脂药过度累积，可能造成肌肉损伤，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叫做横纹肌溶解症。对肾脏来说，当血液中药物浓度太高，持续时间太长，药物本身反而会变成造成急性肾损伤的元凶。68岁的王伯伯就是我要分享的案例。他每天服用固定剂量的药物控制血压，自从听说葡萄柚对心脏好，能降血脂以后，他每天早上吃完药都喝一杯葡萄柚汁，这样持续4到5个月。后来他因为血压太低，在浴室跌倒，造成手臂骨折，住院检查也显示肾功能和上次检查相比突然下降。我们仔细问他日常习惯，他才想起每天早上喝葡萄柚汁这件事，之前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个风险，就连开药的医师也没有。这就是我希望各位从这段记住的重点，不是葡萄柚不好或是有毒，葡萄柚对健康没有服药的人来说是很好的水果。可是如果您正在服用降血压、降血脂或是心脏病药物，那么您一定要问医师或药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的药会和葡萄柚产生交互作用吗？这个问题不用花钱，却可能避免一场很严重的意外。治血安全吃法：如果您没有服用上述药物，而且肾脏功能正常，那么每天吃2到3瓣葡萄柚、柳橙或橘子都很好。优先选择吃整颗果肉，不要喝浓缩果汁，因为吃果肉吸收比较慢，
活性成分进入血液的浓度比较稳定，减少每天喝浓缩果汁的习惯，并且绝对不要和上述药物同时服用。第4种是龙眼和荔枝。果糖与尿酸的双重风险。讲到这里，我猜很多朋友都在想，夏天到了，家家户户都会买好几箱龙眼和荔枝，这2种水果我放在一起讲，因为它们的特点很像，需要注意的地方、处理方式也差不多。龙眼和荔枝香甜多汁，清凉解渴，吃了一盘还想再吃，这是台湾夏天很难抗拒的美味。而且它们完全天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物，看起来非常健康。正因为如此，很少人会想到要控制分量。可是龙眼和荔枝里面藏住一个少有人知的问题，果糖含量非常高。果糖是一种单糖，它的特别之处在软，它不像葡萄糖那样在肌肉或是脑细胞代谢，而是几乎完全在肝脏代谢。肝脏处理果糖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副产品，就是尿酸。您可能在痛风的时候听过尿酸，因为它就是堆在关节里引发剧烈痛风发作的物质。可是尿酸不只是伤害关节，当血液中尿酸长期慢性升高，会直接伤害肾脏里的小血管，慢慢降低过滤功能。肾脏国际杂志在2018年发表过一项研究，证实慢性高尿酸和长辈肾功能下降速度之间有明确的关联。除此之外，龙眼和荔枝的升糖速度相当快，食用后大约30分钟到45分钟内，血糖会快速上升。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台湾50岁以上人群很常见的状况。血糖突然飙高会引发内脏发炎反应，这些反复的发炎会进一步伤害滋养肾脏的小血管。这也是为什么长期糖尿病患者常常伴随慢性肾脏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关脏龙眼和荔枝，我还要补充一点，它们的钾含量虽然不像香蕉或柳橙那么高，可是一次吃很多，累积起来的量也很可观。10颗荔枝大约含有170到190毫克的钾，如果吃一大碗40到50克，这个数字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已经相当大。我在门诊经常遇到很多病人，夏天有持续吃龙眼或荔枝的习惯，每天吃几十颗，因为他们觉得新鲜水果不会有问题。问题不在追吃一次有没有害，而是这种习惯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年又一年重复，身体会开始用您无法立刻察觉的方式发出警讯。龙眼和荔枝的正确吃法如下：如果肾脏功能良好，也没有痛风或高尿酸问题，不用完全忌口，但是要限制每次10到15克，夏天每周不超过2次，不要空腹吃，因为空腹的时候血糖上升更快。吃完以后稍微活动一下，或是在家做一点简单家事，不要马上躺下，帮助血糖控制得更稳。对唯一已经有痛风、高尿酸正在治疗糖尿病或是慢性肾脏病的朋友，建议在荔枝和龙眼盛产季节来之前，先询问您的主治医师，这不是禁止，而是要根据您的具体状况决定合适的食用量。一个很实用的小提醒，冰过的荔枝和龙眼通常会让人吃更多，因为更冰更好吃。吃之前先把水果放回室温，这样冰凉的感觉少一点，您也比较容易适可而止。第5种是西瓜，大量水分与钾的双重负担。接下来我要讲的水果是西瓜。我知道这可能会让很多朋友惊讶，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西瓜是完全无害的，多汁、清凉、微甜、利尿、解暑。甚至有不少人听说西瓜对肾脏好，因为能帮助补充水分，自然利尿。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事实稍微复杂一点。对肾脏健康的人来说，西瓜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炎热夏天适量吃，对身体保持水分很有帮助。可是对肾功能已经衰弱的人来说，西瓜会带来2个问题。我想清楚解释给大家听。
第一个问题还是钾，一片大约280克的西瓜，含有约300到320毫克的钾。听起来没有香蕉高，这是事实。可是不同的地方在哪？没有人只吃一片西瓜就停下来。台湾人的习惯是饭后端出一大盘西瓜，吃2-3片大的，甚至半个小西瓜。算起来，一般吃西瓜的分量，钾含量可能高达800到1000毫克。这个数字加上饭菜里的钾，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已经非常可观。第二个问题比较少被提到，我认为这才是西瓜在肾脏议题里特别的地方。西瓜含有超过90%的水分，而且有相当强的天然利尿作用。听起来对肾脏是好事，可是对已经衰弱的肾脏来说，短时间内处理大量水分反而变成负担，不是帮助。各位可以想象一开始我说的老旧水泵，如果水泵以稳定速度慢慢抽水就没问题，可是突然一次倒入大量水分，强迫水泵用加倍功率运转才能及时处理，老旧水泵就会超载，滤芯磨损更快，之后功率也跟住下降。长辈的肾脏在突然处理西瓜带来的大量水分时，反应是类似的。71岁的林奶奶在我的门诊追踪第2期慢性肾脏病，她很有知识，也很小心，定期配合追踪计划。可是在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她比平常吃更多西瓜，每天午餐和晚餐后都吃2-3片大的，连续吃2个礼拜。原因很简单，天气热，西瓜正好是产季，价钱便宜。那个月底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肌酸酐从120上升到165，短短4周内明显增加。我们仔细问生活习惯有什么改变，他才想起西瓜这件事，减少西瓜摄取，调整饮食后，只过2个礼拜，肌酸酐就降回接近原来的水准。他告诉我，医师，我一直以为吃西瓜是在帮肾脏减轻负担，因为水分很多，没想到反而让肾脏更忙碌。西瓜的安全吃法如下：每次不超过2薄片，不要连续好多天都吃，建议饭后吃，不要空腹吃，也不要睡前吃，因为肾脏夜间需要减轻负担。不建议喝浓缩西瓜汁，要吃果肉，因为西瓜汁会把大量水分和钾非常快速送进血液，比吃果肉快很多。如果天气热想解暑，与其一次吃大量西瓜，不如少量分几次吃，并且搭配一天当中少量多次喝白开水，解暑效果更好，对肾脏也更安全。第6种是前皂无花果与红枣，浓缩钾、草酸与糖分的陷阱。今天名单上的最后一类，是我这几年越来越常在病人餐桌上看到的东西，前皂无花果和红枣。这是我认为需要最仔细讨论的一类，因为它有一个很巧妙的陷阱，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风险。前皂无花果和红枣在社群媒体还有各种健康相关的脸书和 LINE 群组里被大量宣传成对心脏、骨骼、消化、血压等各方面都有益的超级食物。很多文章分享如何把红枣和蜂蜜或是枸杞一起泡茶，早上饮用，或是把前皂无花果当代餐，减重又补营养。这些资讯不完全是错的，可是他忽略一个重要细节，是50岁以上有慢性病的朋友必须知道的。这个细节就是前皂过程会把水果里所有成分浓缩好几倍，水分蒸发以后，钾、草酸和糖分都留下来，体积却缩小很多倍，结果就是一块看起来无害的小钱果，里面却含有好几倍逆相同体积新鲜水果的浓缩物质。各位可以这样想，要得到5克中等大小的前皂红枣，需要烘前超过20克的新鲜红枣，其中大约含有350毫克的钾和35克的糖。350毫克的钾几乎等居一根香蕉，35克的糖几乎等虽一罐汽水。而人们吃5克红枣就像吃一份小点心一样，没有多想。实际上他们刚刚摄取的是相当招一根香蕉的钾和一罐汽水的糖，却以为自己在健康补充营养，
前造无花果在另一方面更让人担心，新鲜无花果本身就是草酸含量偏高的水果之一，烘前以后，草酸含量会浓缩得更高。台湾长庚医院记录过，长期吃前造无花果和老年肾功能不佳患者体内草酸钙结石形成率升高有关。特别是对曾经长过草酸结石的人来说，经常吃前造无花果是结石复发的明显风险因素。63岁的黄太太来我的门诊就诊，因为长期不明原因的疲倦、隐约的腰痛，还有腿部经常感觉沉重。她说生活正常，饮食非常健康。我仔细询问之后，她才提到大约6个月前，她每天吃7到8颗红枣，这是从一个健康网站看到的建议，偶尔也会吃一点前造无花果。检查结果显示，她血液中的钾含量高居正常值，肾功能和6个月前相比已经下降，尿酸也升高。她之前没有已知的慢性病，可是6个月来持续吃红枣，对她的肾脏造成不小的影响。停止吃红枣和前造无花果，补充足够水分，并调整饮食后，3个月后，她的各项指标都明显改善。她告诉我，我一直以为天然前果吃越多越好，因为网络上大家都这样说。这句话我从好多不同的病人那里听过好多次，这也是我今天想直接讲出来的原因。对句话，我从好果和红枣。正确的食用方式是这样的：如果肾脏功能良好，也没有慢性病，那么每天2到3颗红枣是合理分量，不用完全戒掉。前造无花果则每天1到2颗，建议饭后多喝1杯水，帮助草酸透过尿液排出。如果可以，优先选择新鲜无花果和红枣，而不是前果，因为新鲜的钾和草酸含量明显比较低，并且要特别小心。超市或是健康食品店卖的现成坚果和前果综合包，因为它们通常含有多种前果，总钾和草酸含量非常高，可是包装上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如果已经有肾结石、慢性肾脏病或是高尿酸问题，那么不管是前造无花果还是红枣，都应该在食用前先询问您的主治医师。这类食物对他们的风险累积速度比一般人更快，所以不应该根据社群媒体的资讯自己决定。讲完这6种水果，我想停下来，直接告诉各位一句话，这也是我今天最想说的。我的目的不是让各位害怕，不是让大家回家把冰箱清空，或是不敢再看水果盘一眼。如果听完以后您过度焦虑，开始不必要的忌口各种食物，那就代表我今天没有把工作做好。我希望各位从这支影片里带走的是一个更清楚的观念，不是所有水果对每一个人在人生每个阶段都一样好，这不代表水果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年纪的身体已经不同，我们的肾脏也已经不同，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点调整来适应。除了已经确诊肾脏病的朋友应该完全避免杨桃之外，我今天说的其他东西都不需要完全忌口。对所有其他种类来说，关键在离摄取正确的量，用正确的方式吃，并了解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在吃与不吃之间永远有第3种选择，那就是更聪明的吃。今天这支影片之后，我希望各位能记住并做到3件事。第一件事，每年至少检查1次肾功能。抽血检查肌酸酐和尿液常规分析是最基本的2项指标，费用不高，却能让您清楚知道自己的肾脏状况。如果今年还没做，建议尽快安排。第二件事，如果有糖尿病、高血压、痛风等慢性病，或是曾经长过肾结石，请和您的主治医师具体讨论需要注意的食物清单。没有一套饮食公式适合所有人，您的医师才是最了解您具体状况的人。第3件事，饮食要多样化，不要连续过量吃同一种食物。不管它被说成多好的超级食物，人体需要多样性才能维持平衡。肾脏是身体最沉默的器官，一天24小时不停工作，不抱怨，不发出警报。等到我们察觉它有问题时，
通常已经失去60%到70%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预防永远胜过治疗，而我今天分享的正确知识，就是预防的第一步。我常对我的病人说一句我深深相信的话：长辈的健康不是来自特别或是昂贵的东西，而是来自每天每年持之以恒用正确方式养成的微小习惯，而日常饮食就是这些微小习惯最重要的地方。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资讯对你有帮助，我会非常开心您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家里50岁以上的亲朋好友，也许他们正在每天吃我刚刚提到的6种水果当中的一种，却不知道这些观念。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通知，我们下次再见。